苗苗，我一定会活着回去娶你！都给老子滚！爷爷留下的虎头弓可以号令山中百兽。分家，你爷留下的一张破背，一把烂弓，挑一个赶紧滚！那是我爷打的皮子，鹿腿、熊掌是他拿命换的。那咋了？我是他亲儿子，老林家的东西轮得到你说话？爷爷刚元气，你们就搬空了他的皮子，只给我一把断弦的弓。打住！是弓和棉被，你只能挑一个。林老强刚走，当姑姑大伯的就吃绝活，也太毒了。马上大雪封山，林山这娃身子又弱，怕是连3天都撑不过。隶书人林山自愿与林家断绝关系，此后各过各的，生死无干。你小子别给脸不要脸！你爹死了，你娘死了，老头子也死了，你就是个绝户种，今天不按也得按。拿着滚！从今天起，我打多少皮子，采多少山货，都跟你们没关系。我就算冻死、饿死，也不用你们来收尸。大伙儿都看见了，他自己按的，以后别说我们当长辈的亏待他。活过3天再说吧。爷爷，你打了被子猎，攒的皮子刨肉全让他们分了，他们就给我留了一把断了弦的弓，一间四面漏风的破屋子。大概还有3天，大雪就会封山，这里连一张被子，甚至一粒粮都没有。就算我不被冻死，也会被饿死。大雪封山，破弓一把，撑不过3天。我要活得比你们任何人都快活。爷爷说过，大雪封脸前，山里的东西会扎堆往南坡跑，那是今年最后的机会。这一趟，我不能空手回来。山哥，苗苗，山哥，你要进山，我没什么能给的，这个你拿着。这是我爹的狗皮袄，还有我娘刚蒸的饼子。猪肥膘你带上，饿了能啃一口顶半天，晚上也好生火，比捡尸木头强。马上大雪封山，村里都缺粮，你把袄子肥膘给我，回去怎么跟你爹你娘交代？山哥，我的事你不用管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要活着回来。我答应。3天后你要没回来，我就上山找你。我说到做到。我答应你，不光活着回来，我还要满载回来，因为我要娶你。爷，你要是在天有灵，能不能给我指条路？灰狗子，别跑！我还没射箭，怎么自己掉下来了？我不杀你，就过不了这个冬天，所以抱歉。别吃我！是你在说话。别吃我！我都把过冬的松子都给你。松子，松子油脂丰厚，适合贴膘。可惜光靠松子，我根本熬不过这个冬天。给人家留一点点嘛。这是野生灵芝，要拿到镇上卖，最少能换10斤大米，半斤肥猪肉。人类，只要你不动我的松子，这个你就拿去，反正山还有。还有，在哪儿？一大片，多的是。又是一朵野生灵芝，个头比之前的还要大1倍。这里，还有这里。这些灵芝卖出去，应该购买过冬的粮食，但茅屋处在山的正风口，想要熬过这个冬天，光有粮食远远不够，必须得多换点钱，盖座砖瓦房。还有好东西吗？那边有只白色的死狼。白狼？爷爷说过，完整的白狼皮草至少能卖5000。爸，咱家那件狗皮袄呢？
之前看还在这儿，你娘收进去了。我没收啊，怎么了？朱飞镖也没了。肥膘没了，那肥膘是咱家过年熬油的。饼子也少了，这是遭贼了爸！狗票，朱飞镖过年的饼子哪个贼专偷这些？爹，娘，狗票呢？朱飞雕呢？苞米饼子呢？你拿给谁了？是不是给林珊了？是他，是我给他的。苗苗，那袄子是你爹冬天进山穿的，那肥膘是咱家过年老油的，饼子是咱一家吃的，你全拿给一个外人。他不是外人。你知道今天是啥日子不？知道。林珊进了山里，他能活着回来。爹，他会回来的。你疯了吧，何苗苗？林珊那是林家的事儿，他姑他大伯都不管，你管啥？在这里。6品叶，我爷一辈子就挖过一颗，他说那是参王。这东西比灵芝好，好10000倍。这东西能换3间大网房，还能胜。味道怪怪的，还不如我的松子。成金灵芝，还有1株6品叶参王，这一趟够了。不好，是白毛峰。这白毛峰的天，谁敢进山？他一个病秧子，还敢往里扎？这不是找死是什么？哼，死了也好，省得在村里碍眼。分家契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生死无干。白毛风刮成这样，山里那温度能冻死牛。不光冻死，你们想想，山里的狼找不到食，饿急眼了，啥都敢咬。上次老张家的牛跑丢了，第2天找到的时候，只剩一副骨头架。苗苗啊，你也别等了，婶子劝你一句，赶紧回家吧。这白毛峰的天儿，他要是能活着回来，我林翠花把头拧下来给大伙儿当板凳坐。他答应我活着回来，就一定能回。回来？他要能回来，那狼都得管他叫爹。山哥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还好我能听到大山生灵的心声，能找到下山的路，不然肯定得死在山上。只要把这些山货卖了，日子就能好起来。苗苗，等我。停下！前面有东西，活的好多。之前那只死白狼就是他没死呀！装死把我引过去，然后一路跟踪我，寻找机会伏击。这只白头狼果然成精了。完蛋了！拼了！该死，天太冷，弓弦断了。完蛋了！来呀，我不怕你们！来呀！爷爷留下的这把虎头弓，不是让我打猎，而是要让我成为这座山的王。给我跪下！丫头，等了一宿，天都快亮了。他要是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苗苗，他从来没骗过我，这次也不会。苗苗啊，婶子昨儿就劝你了，山里刮白毛风，能活着出来才见鬼了。你站这儿等一宿有什么用？能把他等回来？行了，别等了，他不冻死也得被狼群撕了，骨头都找不着。山里刮白毛风，老猎户都活不成，何况林山那孩子才18，铁定没了。苗苗，咱回家吧。爹答应你，等风停了，爹带人上山找，好不好？他说他会回来，他从来没骗过我。你这话说了多少遍了？认命吧，那崽子命里就该死在山上，跟他爹娘一样，都是短命鬼。再说一遍，说就说，你听好了，林山死了，死山里了，白毛风冻不死他，狼群也撕了他，你站这等一宿，等的是个死人。不好，狼在山上没吃的，下山来了，快回家，快跑！女儿，快跟我回家！
你们快看！我回来了！你回来了！你真回来了！他骑着狼，那是头狼，白毛的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们说我回不来，我回来了。你们说白毛峰冻死我，我没冻死。你们说狼群撕了我，狼在我脚下。这头狼我见过，30年了，他是这座山里最大的狼王。小伙子，你是咋做到的？我爷爷留下的功，救了我的命。娃，你这一身血。叔，我说过，满载回来。我的老天爷，那是山参6品叶的，那是紫貂皮，1张就能换1头牛。娃，你这一包东西顶上咱屯里人干3年。林山，我是你姑，这些东西按规矩。规矩，分家契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生死无干。我林山的东西跟林家没关系。叔，苗苗给我的狗皮袄救了我的命，猪肥渣让我撑过了最难的那一晚，饼子让我有力气继续走。这份情，我林山拿命记着。这2张紫貂皮，1张给叔做件新袄，1张拿去卖钱买年货。娃，这太贵重了，不及苗苗给我的半分。好啊，苗苗没看错人。你站了1夜，回家吧。我送你回去。回哪儿？你的茅草屋，它塌了也好，漏风也好，我陪你回去。好。这屋子咋住人啊？先把屋顶盖上，被褥是旧的，别嫌弃。叔，叫爸。爷，你说啥呢？这娃敢在白毛峰里进山，敢骑狼回来，把命交到咱苗苗手里，这样的女婿，我何大山认。跪啥？你膝盖不弯，也是我何家的女婿。爸，先把屋子收拾利索，等雪停了，我找几个人帮你把屋顶重新搭起来。这屋子虽然破，但地基是好的，修一修能住。爸，修屋子的事不急，我要自己盖一座房子。盖房子？地呢？钱呢？地我去找村长批，钱就在这儿。这是参王，活了一辈子，我头一回见这么大的6品叶，你咋弄到的？山上挖的。你这娃命真硬，大雪封山又遇白毛峰，不但活着回来，还骑着白狼王，还挖了参王。行，你要批宅基地。靠山屯是我爷的根，他在这儿守了一辈子山。我不要林家的东西，但我想要一块靠山屯的地，替我爷把根扎在这儿。有骨气，你爷林老枪是条汉子，你也差不了。村东头有块空地，背靠坡，前面就是进山的路，敞亮。你要不嫌偏，那块地给你。不嫌。规矩不能破，宅几地要交钱，那块地好得300块。山哥，300块都够一家子半年的脚用了，你拿命换来的钱不能这么浪费。苗苗，我说过我要娶你，一个迎风的茅草屋又怎么能行？村长，我这2天去镇上把山参卖了，回来就交钱。地先给你留着，钱你慢慢凑。拿着这张条去镇上找供销社的孙主任，他收山货价公道。镇上供销社，孙主任，你就说罗老倔让你来的。谢谢村长。你刚才说要替爷爷把根扎在这儿，说的真好。等房子盖起来，我就娶你，风风光光的娶。谁要你娶？罗老倔让你来的，啥货？6品叶，颅头紧，皮老纹身，身须一根没断。小子，这参你从哪儿弄的？山里。废话，我是问你怎么找到的？大雪封山前摸进去的。我收山货20年了，这种品相的6品叶，上一次见是15年前。罗老倔让你来，那我给你交个实底，1500。1500？
购买3间瓦房了。这个价是实价，你拿到别处不会高出50块，但我建议你别全换现钱。我这供销社不光收山货，还卖材料，砖、瓦、梁、木、玻璃，盖房子要用的东西，我都能给你配齐。1500，我给你折成盖一座3间大瓦房的全套材料。多的现钱我补你，少的你自己添。孙主任，你怎么知道我缺材料？罗老卷那张条上写了，此娃要盖房，小孙你帮衬。那老东西10几年不写条子，能让他开口的人，我信得过。那就这样，身换材料，多的现钱补我。爽快，我给你开单子，明天就安排车往靠山屯送，砖瓦梁木一样不少。另外，你这袍子上这毛是紫貂皮，2张。好皮子，油光水滑，毛锋齐整，1张给你折120，2张240。你是要钱还是要货？要钱，现钱。行，一共给你折成现钱的，加上这灵芝，你还有多少？一共8斤。灵芝品相一般，但胜在是野生的，8斤给你算64。统共这些材料之外，补你304块现钱，够不够？够。材料费、运费我都给你写清楚。你小子运气好，遇上罗老倔，也遇上我老孙，换个黑心商，光这颗参就能坑你一半。行了，回去吧，明天一早车队就到。谢谢孙主任，下次有好货先想着我。这是拉了一座房子来。林山，你把参换了多少东西？换了这座房子。我这辈子就想盖一间砖瓦房，想了30年。这娃进了一趟山，房子就拉回来了。这砖方方正正的，比咱屯的土坯强100倍。哎呦，大江家的闺女是咱们屯第一个住进砖瓦房的，真是享福了。他哪来那么多钱？那颗参卖了多少钱？凭啥他一个人全拿？那是我爹的山，山里的东西也该有我们一份。少说2句，他身边那头狼。林山，地基还没挖，砖瓦就到了。你是真急。弟，我今天就去交钱，交了钱马上挖地基。你爷要是还在，能看到你在这儿盖房子，该多高兴。天冷地硬，多叫了几个帮手。大伙儿听说你小子要盖房，都愿意来搭把手。林山，听说你骑狼回来的，是不是真的？你个瓜娃子，人家不光骑狼，还挖了参王。供销社老孙亲自派车送的材料，这砖这瓦，咱屯里谁盖过这样的房子？各位叔伯大哥，今天来帮我的，灵山记着，工钱1天1块，中午管饭，晚上管肉。你这娃乡里乡亲的，帮个忙还要啥钱？规矩不能破，出力的拿钱，我心里踏实。行了，天冷动土硬，先把地基挖出来。这个傻子。想啥呢？想怎么盖？正屋朝南，窗户要开大一点，让太阳照进来。院子围个石墙，结实。门口种2棵松树，屋后面留块地，种点菜。你想的还挺细。还有你那个红围巾，以后要在院里专门拉一根晾绳，给你晾围巾用。人类，你们在挖什么？我的松子藏在树下面，不许挖我的松子。不是挖你的松子，是盖房子。房子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比树洞暖和吗？比树洞暖和100倍。盖好了，你也有份儿。那本松鼠同意了。你跟他说啥呢？他说他同意我们在这盖房子。那他还挺好说话。今天地基挖出来了，明天再干1天就能砌墙。这杯酒敬你。爸，这杯该我敬你。娃，你那个白狼呢？1天没见着他了。他回山里了，晚上来接我。接你？狼还在接人呢。他认路。姐夫，以前是我不对，说了些难听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一家人不说这些。好，这墙砌得直，砖缝也匀，再有3、4天，墙体就能上梁。哟，还真盖起来了！靠卖我爹的山货盖房子，住着能踏实？你家分家契上写的是啥？你自己清楚。人娃自己进山拿命换回来的东西，跟你有啥关系？何大江，你又不是林家人，你管得着吗？我是他爸，你让我管不管？你叫他爸？何大江，你真要你闺女嫁给他？你疯了！他是个绝户种。走，这儿人多，
闹起来不好看。他凭啥？那是我爹的山，那山……那人比乌鸦还吵。不用理他，别往心里去，你踏踏实实把房子盖好，比啥都强。我知道。爷爷，你以前说咱林家人在山里住了一辈子，土坯房，没住过砖瓦房。现在我把林家的第一座砖瓦房盖起来。上梁大吉！你看这屋子多亮堂，窗户我擦了3遍了。亮堂。你这娃是真有出息，以后不管谁说起靠山屯的房子，都得先提你林山。没有大家伙帮忙，房子盖不起来。今天这顿饭是谢大家的。你敬大家。各位叔伯婶子，我林山在靠山屯以前是个没人要的绝户种，是你们帮我挖地基、砌墙上梁。这碗酒敬大家。林山，以后谁再说你是绝户种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对，你是咱抗山屯的人，李老强的血比谁都正。说得好，就是咱抗山屯的人。炕烧的正好，今晚你不会冷了。以前在茅草屋，晚上冷得睡不着，就起来搓手，想1、2天怎么活下去。现在不用想了。那你想啥？想你娶你。你这人……这是我娘走的时候让我留给将来媳妇儿的。苗苗，嫁给我。你这个傻子，从把狗皮袄塞给你的那天，我就答应你了。3间大瓦房，说盖就盖了，那是我爹的山货换的钱，凭啥他一个人住？分家契上写了，他自己按的手印儿，咱闹也没用。分家契写的是自愿断亲，可没写咱不能要回该得的东西。你想干啥？他那头狼不能一直在村里吧？狼是畜生，畜生就得归山林。又要进山？盖房子花了不少，得再攒些钱。开春前，山里的皮子最好，我进山打几张好皮子，攒够了钱，就把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。你自己小心，别再遇上白毛疯。有他们在，不怕。人类，带人家一起去。本松鼠可以帮忙找灵芝，找松子。你留在村里。凭啥？本松鼠才是你的第一伙伴。这房子是苗苗的，你帮我看着，别让不干净的人靠近。放心吧，人类，交给本松鼠，一粒松子都不会少。等我回来。有事儿？哟，苗苗，这新房子住着舒坦吧？我侄子不在家，你一个没过门的丫头，天天往这儿跑，不怕村里人说闲话？我来我男人家，谁说闲话？你男人行，你亲爹婶子也不说什么，但这房子和这块地儿是用老林家的身换来的，你住进来前，起码得先经过我这个当姑姑同意。林翠花，分家那天，我在院门口站着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们只给了他一把断了弦的弓。他进山那一夜，全村人都说他回不来了。你们说的是生死无干，现在他盖了房子，又跟你们有关了。你说地是林家的地，这地是村委会批给灵山的宅基地，白纸黑字。你说钱是林家的身，那是他拿命在白毛峰中换的。你要真有意见，去村委会说。行，算你嘴巴毒。不过我劝你，那狼可不是家狗，早晚得回山里去。没了畜生撑腰，到时候我看你和林山如何守这座房子。有了这把弓，在山中真是无往无利。
那是什么？林珊回来了，又扛了一头狍子，3张狐狸皮，还是火狐。林珊，你发了！5天，你走了5天。打了点东西。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哇，你这个剑法比你爷当年还准，直接穿脖子，皮子一点没破。弓好，弓是一样弓，人不一样。你小子每回进山都不空手，这袍子得有40、50斤吧？差不多。明天镇上大集，你把这批山货拿去卖。上回你托我问买山地的事儿，有眉目了。哪块地？后山那片野参坡。你要想承包，头3年免租金，后面1年100块，条件是你得带村里人一起干。那片地荒了10来年了，石头多土薄，能种啥？那得问他。我想在野参坡种林下参，到时候不光我挣钱，愿意跟我一起干的都有分红。想干的，开春跟我进山采参子、种地、搭棚，谁出的力多，谁分的红就多。这火狐皮软得跟缎子似的，我活了半辈子，头一次上手这么好的皮子。娘，这张给你做条围脖，剩下2张卖了换钱。你这娃啥都想着我们。林珊，你那个种参的事儿，我听村长说了，开春种地算我一个。姐夫，带不带我一个？带，不过你得听我的。行，听你的。林珊，你种参的事儿我支持你，不过那片野参坡靠山太近，野兽多，你得想好怎么防。有他在。这只白头狼到底是咋回事？还真成看门狗了。你少喝点，明天还要去镇上卖皮子。哟，还没过门呢，就管上了。吃你的饭。又是你，这回是啥？你小子是不是把狐狸窝给端了？上回身亡，这回火狐皮。火狐皮1张150，这张带摆尾尖的，我给你算180，一共530，够不够？够。你小子，我跟你做买卖，感觉不是我在收你的货，是你在给我送钱。你在我这儿的交易，比镇上那些老猎口加起来都多。你要是能把货量稳定下来，我可以给你开个专门的收购点。开春我要种参，打猎的时间会少。种参？你小子心不小，野山参挖一棵少一棵，种好了以后靠山屯就有自己的参场。好小子，你要是真种出点名堂来，我老孙给你包销。这镇上没有比我更大的山货商了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走吧，别在这杵着，耽误我算账。小子，你那个狼还好吧？挺好的。挺好就好，走吧。你这娃进趟山顶别人干1年，不过今天叫我们来，不是看钱的吧？罗村长，后山野山坡那片地，我想现在就定下来。我想趁着冬天把种子备好，开春一化冻，马上就能动手。有道理。那片地的承包合同，我明天拿去盖章，30亩，头3年免租，后面1年100。你这钱要用来买种子和材料，够不够？种子我自己进山采，材料钱够了。林珊，你准备怎么种？野山参坡地我看过，太阳直射不行，水多了不行，虫吃了不行。林下参，不搭大棚，就在树林里种，腐殖土不用翻，撒种子让山自己长。头3年不管它，3年后长成了再挖，这样种出来的参跟野生的差不多，药性也足。你咋知道这个法子？我爷教的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每年进山采参，走之前都会把参子埋进土里。他说打猎不能光取不种，取一头要还一头。你爷爷这辈子话少，但他做的事儿比大多数人都多。行，明天你把合同签了，那块地就归你管了。你今天说爷教你的那些话，我以前没听你说过。爷爷自己攒了一辈子皮子，最后全让人拿走了。他种了满山的参，却一颗没卖。我以前想不明白，他不留，别人就拿走了，那他种了给谁？现在想明白了。他种参不是为留，是还山里的东西。他不把山当仓库，而是把山当家。这边种参，那边做一条防火带。参场最怕山火。何良，开春你先跟我学认参子，认得准，采回来的籽才种得活。行，你说啥是啥。
这土是好土，你可真会挑地方。有人在那边。这不是祁郎的林山吗？这片地是你的？村委会承包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打猎啊！这山又不是你家的，我们下夹子关你啥事儿？铁夹不认人，夹了狍子也会夹人。这片地以后要种参，你们在这儿下夹子，开春干活的人踩到怎么办？这山祖祖辈辈都是大家的，你承包了就不让别人走了？没人不让你走，但下铁夹不行，这是猎户屯的老规矩。铁夹下山要提前跟村里报备，得插标记。你们插标记了吗？行，我们走。不过林山，你记住了，这山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吃肉也得让别人喝汤。那3个人我见过，是隔壁屯的，平时不来这片山，怎么今天突然冒出来了？这片参场还没开工就被盯上了，以后麻烦不会少。那个婆娘，我去找她算账。不急，现在没证据，她不会认，这些人还会再来的，到时候抓现行。你这几天多来参场转转，看到铁夹就收了，留好，回头当证据。好，他让我们把夹子撤了，我们不好再去，他那头狼太吓人了。怕啥？你们仨大男人还怕一头畜生？也不是怕狼，是怕他。他那眼神跟刀子似的，看他一眼腿就软。而且他真有合同，闹到村委会我们没理。没理？他一个绝户种，凭啥承包30亩地？那地是我爹的山，合同能签也能废。你想干啥？那可是种参的地。开春前你把那地给我弄废了，就再给你一笔。要是办不成，剩下的钱你也别想要了。明白了。这么搞，万一出事……不是我一个妇道人家，能出什么事儿？你少管。他住我的房子，种我的地，还想安安稳稳娶媳妇儿，做梦！山哥，你在画什么呀？我要设计防火带、排水沟、围栏的位置。你还在想白天猎户的事？他们不会就这么算了。铁夹子不管用，下次可能是别的。咱们好不容易才有了现在这些地、房子，还有参场，要是真被人毁了，有我在，不会的。明天我去扎围栏，你留在这里，不用怕。我不怕。本松鼠已经布下了10道暗哨，只要有坏人靠近，本松鼠第一个报警。人类，你要奖励我松子。好，奖励你10颗。虎骨，不是普通的虎，是闪菌。那头白虎是不是就在前面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个巨大影子的秘密，那头白虎的秘密，我需要更强的力量，更多的准备。我还会再来。小伙子，抓药！看你身上这袍子，是猎户吧？这是虎骨，不是普通虎骨，这花纹是天生的。虎骨生纹，纹为王印。有这种骨纹的虎，不是普通老虎，是山菌。小兄弟，你这骨头从哪儿来的？老松崖，石缝里找到的。老松崖，那地方真有虎。这骨头看着不是新骨，少说也死了几十年了，但骨纹还在，药性应该还在。你来看，这一小节当时花了50块，熬了3副药就没了。你这绝是腿骨带骨纹，品相是极品中的极品，磨成骨粉能治风湿入骨、半身不遂，泡成药酒活血续骨，是救命的东西。你出多少？3000。3000不低了，这镇上除了我，没人认得出这东西，也没人出得起这个价。我不是嫌少，是没想到这么多。说实在的，这个价我给的也不轻松。今年铺子的流水一半都给你了，但我不亏。这节虎骨配上几味药，能做成救命的方子，卖。3000，你点点。小兄弟，你要是有空，能不能跟我说说老松崖那边还看到了什么？山和雪。卖了，卖了，3000。多少？ 3000。
3000，够咱在靠山屯活半辈子了。不够，我要让你活得比谁都好。你这娃莫不是山神转世？不过也好，有钱了，参场的事儿就能稳稳当当的干，不用等开春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拉材料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参场的围栏、工具、种子钱都够了。以前觉得你盖房子是做梦，现在你跟我说要种参场，我觉得你能把整个后山都种满。骑狼、挖参王、捡虎骨，林山这孩子到底什么来路？别问了，反正以后不能惹他。你画了一晚上了，还不睡？快了，参场的围栏要先扎起来，铁丝网贵但结实。开春雪一化，先把东南面的围栏立起来，那边靠着野猪沟，野猪多。野猪沟的野猪会拱参地？野猪鼻子比狗还灵，闻到参味就过来拱。有这些措施在，野猪不敢靠近。围栏扎起来了，种子也备好了，开春就能撒种。参场虽然现在承包商是你，但只要分红分得好，以后这就是全屯的饭碗。我说到做到，谁跟我干，谁有分红。第1年不指望出餐，但大家可以采木耳、种蘑菇。参地旁边的那片啄木林正好用上，木耳当年就能卖，不用等3年。林山，你说木耳蘑菇也算分红？算。参场的地是大家的，出力的都有一份。种参周期长，不能让大家干等3年。木耳种好了，一个夏天能收2茬。孙主任那边我已经说好了，木耳干货直接送供销社，他包销。你小子是真想把咱屯子带起来？那以后我跟你干，这条命就拴在你这参场上了。算我一个！算我一个！他扎了围栏，铁丝网结结实实的，那片地现在进不去了，我没法弄。围栏扎了，参场开了，木耳蘑菇都要种，全村的人都要跟着他干。完了。早就跟你说过，那娃不是好惹的。从白毛峰里活着回来那刻起，你就该知道。他以为他赢了，他以为这就完了。他占了野参坡，野猪沟的野猪可没答应。围栏再结实，能扛住野猪群吗？你想引野猪？山是我的，他种的参长在我的山上，野猪狗了那是天意。我不干这个，你另找人吧。我也不干。你怕了？不是我良心发现，是我不想死。他那头狼不是家狗。你怕了，我可不怕。事成了，你别想分好处。哎，看看来，好甜。大家来看，这就是靠山屯那个发财的林山，他盖房子的地是我爹留下的祖产。我这里有一份老地契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村东头那块宅基地是我爹林老枪的名下。他一个断了亲的孙子，凭啥占我林家的地？拿出来看看。看就看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林翠花，你这张地契早就作废了，你拿一张老黄历老地契来证明他现在的地是你的。你是觉得这镇上没人识字吗？反正我爹的地就是林家的地，他凭什么占？凭我是林老枪的孙子。这是你这山，你说他还会再来吗？不知道。他今天在镇上丢那么大的人，我看着都有点……不用可怜他，他不是可怜，是不甘心。等参场有了收成，全村人都跟我站在一起，他再不甘心也没用。你现在说话的样子跟刚分家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。哪里不一样？那时候你说话声音很大，现在你说话声音不大，但让人觉得说出来的事儿就一定能成。我爹要是还活着，
他会把这山给那个绝户种吗？爹活着的时候最疼他。疼他？那我呢？我是林老枪的亲闺女。够了，你把自己逼疯了。我没疯，我还有最后一个法子，野猪钩。你真要这么干？引野猪下山是犯法的，伤了人你要坐牢。野猪群一过，什么围栏、申子、莫尔鹏全得烂。他不是要带全村人致富吗？地毁了，他拿什么带？谁还跟他干？那是咱林家的山，你疯了！山是我的，我不给，谁也别想要。吃吧，吃饱了往前拱，拱烂他的围栏，拱翻他的深地，把他种的东西全给我翻出来。你一直跟着我。咋了？狼在叫，野猪沟方向。有好多好多猪，大的、黑的，往这边来了！围栏要倒了，粉松鼠的松子，粉松鼠的窝。待在这儿，别出去。你去哪儿？参场，有人引野猪下山了。爹，撑不住了，跟铁丝网拦不住野猪群。得救了！刚刚那是虎啸，我心脏都差点吓得裂开了。你受伤了。你刚才那一下，把整群野猪都吓跑了。娃，你到底是啥人？不是我，是我爷的功。他留下的不只是功，还有别的，我也没完全搞明白。这不是巧合，野猪冬天不轻易下山，一定是有人引的。围栏外面全是这东西，有人故意放的。这事儿得查，谁干的，谁就去镇上坐牢。我知道是谁干的。有证据吗？有，狼看见了。来了，我知道你们会来。这东西是你撒的吧？野猪沟的野猪群是你引下山的，你知道这叫什么？这叫毁坏集体产业，叫危害公共安全，是要坐牢的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在野猪沟看见你了，你躲在松树后面看着我往深场跑，你跑掉了一只棉鞋，左脚的，鞋底是红布纳的，鞋面上绣着朵兰花。你回家的时候光着一只脚，那只鞋现在应该还在野猪沟入口的松树底下。你怎么知道？狼告诉我的。林翠花，现在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跟我去镇上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；第二，赔偿村场的全部损失，自己去村委会把破坏承包经营的事儿写清楚，你自己选。我自己选，就像当初我对你那样。这就是现世报。我选第2个，我赔多少钱？围栏木桩人工，你自己跟林山算。围栏修好要200，木桩要换再加50，一共250。行，250。这是250，你拿走。参场的损失我赔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得答应，以后不再找何苗苗的麻烦。我爹的山，我爹的地，我爹的功全给了你，我啥都没有。当初你们只盯着皮子房子，这把爷爷留下的虎头功是你们自己不要，怪不得别人。这个也给你，以后不用再跟我提这个了。
我认了，我斗不过你，也斗不过我爹留下的功。好好种参，山是咱家的，参种好了也是咱家的。你姑糊涂，你别记恨他。围栏修好了，木耳稻子也码好了，开春一化冻就能接种。你这人说话算话，参没出，木耳先种上了。头年出木耳，第2年出蘑菇，第3年出参，一步一步来。这围栏比原来的结实多了，野猪再来也不怕。野猪不会来了，白头狼昨天去野猪沟转了一圈，猪群都搬了，搬到更北边的山沟里去了。以后这边是他的地盘，野猪不敢过界。这才像个产业。你爷要是在天有灵，看到这片参场，应该会笑。他知道的。你试一下，刚好。我量的尺寸当然刚好。过年你就穿这件，旧的狗皮袍给你补好了，干活的时候穿。这是你缝的第几件了？给你缝了2件褂子，1件棉袄，2条裤子，给我自己缝了1件新棉袄，就是你上回卖狐狸皮给我扯的那块红布，还有咱爸的棉鞋，咱妈的围裙，何良的护膝，记不清了。开春种完参，咱们就成亲。日子定了。5一，山上的杜鹃花开的时候，你戴着红围巾，我穿着这件蓝棉袄，在咱家院子里拜天地。哭啥？没哭，就是觉得像做梦。去年这时候你睡在桃草屋里，连一床厚被子都没有，我偷偷给你送饼子，你舍不得吃，掰成3份，1份早上吃，1份中午吃，1份晚上吃。以后不用掰了。林山，我按你说的，木耳居种给你拉来了。这居种钱我先不收，等你收了木耳，从我收购款里扣。孙主任，你帮我在镇上留意一下，有没有懂中药材种植的技术员？参场第1年不怕不出参，就怕病害。你这么一说，倒让我想起一个人，姓冯，专门搞中药材的。你要是有需要，我帮你问问。拜托了。这是给你的，不是菌种，是老冯去年自己种的几棵林下参，3年苗。你要是能把老冯请出山，你这参场就有技术靠山了。这参种的好，老冯种了一辈子药，技术是真好，就是脾气倔，不太爱跟人打交道。你去的时候别空手，带点山货。这些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林山，你看谁来了？你就是林山？您是冯技术员？你这片地天生就是种参的，药用价值比大棚参高出3倍。不过林下参最怕2样，一是立枯病，二是溃疽。你准备了什么防秽防虫的法子？暂时没有，因为我不懂。不懂就对了。你要是装懂，我转身就走。你不懂，还想找懂的人，说明你是真想种参。不收你工钱，管我饭就行。冯老，饭管够。我的老天，林山这小子是不是会招人？上回招了个收山货的孙主任，这回又招了个种参的老专家。再这么下去，靠山屯要变专家屯了。你这水渠画的不对，山西在西边，水渠要从西往东引，借地势自然灌灌。你这样从南往北，抽水机还没买吧？没买，太贵。不买正好，借地势不借机器。还有种子怕潮，你把它修在水渠旁边，等着发霉。冯老，您说怎么改就怎么改。你这人，我说一句你改一句，也不争辩。您说的对，我不争。年轻人没点脾气也不好。不过种参这种事儿，太有脾气的人种不好。参是慢东西，3年才出土，你能沉住气吗？能。我盖这座房子，一砖一瓦都是自己慢慢垒的，参场也一样。3年我等他3年。孙胖子没看错人。冯老，吃饭了。手艺不错，林山，你这媳妇儿找得好。还不是媳妇儿呢。早晚是。你们这山里真有老虎？我见过他的影子，在山脊上走过，很大，比任何老虎都大。老辈人说大药有灵，大兽守灵。你这片参场要是能种起来，那头白虎说不定就不是威胁，是守山神。
行了，我回屋睡了。明天开始整参场，你那个水渠我亲自盯着挖。冯老人真好，咱们有参场，有技术员，有销路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还差一样。差啥？差个名分。5·1，杜鹃花一开，咱们就成亲。杜鹃花开就5·1。各位乡亲，今天是我女儿何苗苗和林珊的大喜日子。这娃去年冬天还被林家赶出来住茅草屋，连一床厚被子都没有。今天他盖了砖瓦房，开了参场，还把我女儿风风光光娶进门，我这当爹的高兴。我不多说，就一句林珊，以后苗苗交给你了。你要是敢让她受委屈，我何大江第一个不答应。爸，我不会让她受委屈。以前她给我送饼子，以后我给她做一辈子饭。妹，别擦了，快过来坐下。今天你是新娘子，不是厨子。闭嘴！林珊，今天我不说技术的事儿，我只说一句，你这人值得跟。冯老，没有你，参场种不起来。这碗酒敬你。好，这院子这席面，靠山团几10年没这么体面过了。您坐。村委会的份子不值钱是个意思，你在靠山团扎根，带着大伙挣钱，这份人情村里记着。供销社的份子，我没老罗那么会说话。一句话，你参场的木耳蘑菇以后我全包了，价格比市场高1成。这把刀跟了我40年，给你不是让你用，是让你记着。你是猎人，也是种参人。我记着。大爷，您做主桌。去年冬天你住茅草屋，我给你送饼子，你舍不得吃，掰成3份。那时候我想，这辈子能跟你在一起，就算住茅草屋我也愿意。我不会让你住茅草屋。你已经做到了，房子有了，参场有了，全村人都跟着你干，你还要做啥？还有一件事没做。那座山里有头白虎，我爷的弓跟他有关系。那截虎骨也是他的前辈留下的，我要找到他。我等你回来。刚好带上，老林子里雪还没化完，跪下去膝盖冷。去多久？不知道。那你还去？他把弓留给了我，弓要往下传，山也要往下传，我得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。我不拦你，但你要答应我，像去年在白毛峰里那样活着回来。我答应你，不光活着回来，还要带答案回来。人类，本松鼠也要去。那片老林子本松鼠去过，有好多好多松子，还有那种须须的东西。你也要去？当然，本松鼠是你的第一伙伴，比那头大白狗资格老多了。这么早，你这身打扮又要进山？去北边老林子，参场交给你和冯老。围栏每周巡一遍，东南角左木林木耳摘第2茬，水渠上游闸口下大雨得关上，不然参田会被冲。围栏1周1巡，木耳摘第2茬，上游闸口大雨要关，记住了。这一趟走多久？快则3-5天，慢则10天半月。北边那片老林子，我年轻时跟科考队去过一次，走到一半，向导死活不肯走了，说那里面不是人去的地方。我不去打猎。不是打猎，找个答案。参子衍生的，你要是能走到老松崖以北，帮我把这些撒在那边。你爷说的对，取一头要还一头，咱众参人也得还山。一定带到。人类，前面有只死兔子，刚死不久，还热乎的。脖子上有牙印，是猞猁咬的。这附近有蛇影窝窝。不是鹿蹭的，鹿蹭痕没这么高，不是熊蹭的，熊蹭痕会带着爪印，这是被大块头的身体侧面磨过去的。白虎，他从这里走过。他进山了，往北边老林子去了。
那里面没路人，出点什么事儿，10天半日都不会有人知道。让人回不来，那是另外的价钱。多少？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一笔。那老林子连猎户都不去，地形我们不熟啊。不需要熟，他每次进山都从老松崖往北走，路线固定。你们提前进去，在他必经的路上设陷阱，铁夹套索陷坑。你们是行家，只要一处能成，他就不用回来了。姐，你这是杀人！我没让他死，是山里不长眼。爹，你别怪我，你留给他的太多，留给我的太少，我不服。他进北山了。我知道。北山那里面有人要在里头做局。谁？我不能说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告诉他，老松崖往北，走东边那条干涸的溪道，别走西边的松林。西边有人等着他。咋了？林大奎刚跟我说，有人在北山设了局要害灵山，他没说是谁，但我猜得到。那个疯婆子，上次野猪的事儿还没完，这次又来。我要去追他。你疯了！你一个女人进北山，那老林子你连路都不认识。我认识，他跟我说过路线，老松崖往北沿着山脊走。我走不快，但我认得他的脚印，白头狼的脚印我总认。我跟你去，我打不动猎，但认路还行。何良，你去村委会找罗村长，把林大奎的话原原版版告诉他，让他派人从南边绕过去，能快一点是一点。人类，前面有东西，好大的东西，不是活的，是死的。在哪里？反应好吓人。他来过这里，很多年前。这是他的前身，或者他的长辈。本松鼠不怕，本松鼠只是有点冷。有人杀过他，不是猎户的刀，刀砍不出这么深的印子，这是猎虎叉。很多年前有人进过这片山，带着猎虎叉。他杀了这头虎，或者只是伤了他。我爷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件事。你没还完的东西，我来还；你欠山的命，我来替你补。人类有铁香味儿，很重，在前面。绊索，猎户一般不会把绊索设在这种地方，这是针对人的陷阱。他知道我走这条路。陷坑、绊索，还有人，不止一个，他们在前面等着我。本松鼠闻到了，2个，在前面那块大石头后面，它们好臭，有跟那个坏女人身上一样的猪油味。对付这种人，不需要虎啸，只需要一支铁头剑。那小子咋还没来？半晌也没动静，会不会走了另一条道？老松崖还有一条东边的溪道。谁让你们来的？我说，是你们屯一个姓林的女人，40来岁，长脸，穿蓝棉袄，她出钱让我们在林子里设局。是王麻子接的活，我只是帮忙设陷阱的。他要什么？要你回不去。陷阱你们自己设的，王麻子自己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，这叫自食其果。我不杀你们，不是心软，是没必要。你们是拿钱办事，但记住，下次再有人出钱让你们进这片山，想想今天。虎头弓不是用来杀生的，是用来守山的。我走过了你的山，看到了你的骨，记下了你的文。从今往后，这座山不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是我们共有的，共存。人类，这个也要埋吗？它跟松子不太一样。不一样，松子今年种，明年就能出苗，参要3年才破土，5年才成型。种参的人可能看不到它们长大，但没关系，山还在，种子还在，以后的人会看到的。
你咋来了？你大姐报信说有人在林子里设局要害你。我没事，山也没事。北边那片林子我走过了，虎头空找到了该找的东西。以后这片山不只是林家的山，是我的山，也是虎的山，共存。冯老说你回来要喝3天参汤补气，回家我给你炖汤。这娃是命硬，我这辈子追过的猎物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跑得多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没事吧？罗村长已经带人从南边绕过去了，我们都到老松崖了，看到2个外屯的猎户一曲一拐往山下跑，拦下来一问全招了。王麻子和铁甲里隔壁屯的偷猎户，林翠花出钱让他们在北山设陷阱，人现在关在村委会，明天一早就送镇上。至于林翠花跑了，我路过他家，门开着，炕还热着，人不在了，林大奎也不在，估计是王麻子他们下山的时候，他听到了风声。要追吗？不用追，山会收他。他做了什么事，山都知道。以后他在山里会怕风、怕雪、怕每一个树影。这屋子我让村委会封了。林山，你恨他吗？不恨，恨是把别人的错放在自己心里，天天拿出来磨自己。他不值得。我从分家那天起就没恨过他，我只是不认他的规矩。我的规矩是山定的，是公定的，是我爷定的。他的规矩不是我的规矩。你爷以前跟我说过，林家人在山里有债，他打了一辈子猎，取了多少就得还多少。他把最好的皮子留给了山，把弓留给了你。他这辈子唯一没算到的是他女儿会变成这样。不过这跟你没关系了，你已经还了。走吧，回家去。苗苗还在等你喝参汤。